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劳力投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 China Joy 会场限定，也是一个现货发售的这一个钢铁侠马克7，也可以叫它幻彩马克7。众所周知 ，HT 对于幻彩换色这种类型的钢铁侠真的是非常的执着。这一次又来了一个幻彩马克7。之前有3啊、4啊，反正有挺多的，我都忘了。这一次 CJ 首发，而且限量好像是100个还是200个，我给忘了。当然，像中国香港的展会或者是国外的有一个展会也是有这个现货发售的，所以总体的量还是挺多的。只是官方的意义上就是这么一点。好，首先我们话不多说，来看一下主体这个颜色怎么说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它胸口，包括肩膀手臂的这个红色的彩透的一个配色，非常的好看。但是到了它的大臂角，包括脸部，哎呀，我无法形容，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看自己的审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上半身的这个盔头的这个造型我们来看一下，哎呀。我觉得侧面还不错，特别是红色的这个透明部分，内部的一些机械细节搞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亮灯跟之前的马克7是如出一辙，没有任何的不同的地方打开天灵盖就是这个样子了。开灯了以后还行，对吧？而且这个面罩，如果你有合金马克7的话，你可以换一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适配的，我感觉就是涂膜，除了肩膀这里确实不一样，它那个卡扣多了一个，以前我记得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圆柱卡扣，反正头是一样的，可以去替换。亮了以后呢，就这个样子不亮的话呢，确实有点丑了。让我们来关掉。这次而且又是一个加电池的一个方式这个加电池我又装了好久。这一次没有腿部的一个点亮了，它只有2只手臂。包括胸口胸口我们来点亮看一下，尽量往下，亮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它也只有一个胸灯可以点亮。整体的这个涂装要看自己个人喜好了，实际上它完全就是做在外甲的这个内部的。里面还是原先的，可以看一下，整个涂装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一个贴纸呢，还是做了一个细节的刻画，开模上去的，这个说不准。整体胸部的这个细节还是挺好看的，磁吸的一个卡扣，左右两边也可以去取下来，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内部结构。这两边是卡扣的一个方式了，不是一个磁吸的。如果你玩过马克7的话，基本上这个上手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再看一下手臂细节，手臂的点亮方式在这边，这个开起来还比较方便从下面这一个给它掰一下，开了。点亮以后只有手灯的一个灯效，其他地方都没有。我觉得如果是做这么绚丽的这个颜色如果这个灯能再多一点效果的话，能把里面的这些机械内构给照出来，我觉得会更加好看一点。慢慢翻转，我们看它背后当中这一块电磁舱我已经给它拔下来了，镜头稍微拉远一点，在这里我给它扣上去然后再看一下背部，扰流板的机制跟以前是一样的，可以去打开，弧度不大，包括这两边也可以去拆开，但是呢这两个很容易开的
距离如果大一点的话，很容易拔下来。稍微调整一下就行。这一款，反正我这个到手了，它的脚踝啊，非常非常的软，很容易往下掉，所以我现在手一直是捏着它的腿，它上半身太重了。如果你自己是怎么说呢，像铁人的换彩啊，你都想组队的话，这个还是挺合适的。不过因为会场限定的关系，这个价格一直是比较高的，首发的价格官价就已经要到2780了。镜头往下来看一下胸腰部分，镜头我们稍微拉近一点点来看一下这一边啊，老刘板还有裙甲都能展开，看一下这两边。就是非常紧啊，开的时候当心点，有的时候会把腿部的这一块给卡住。像这个漆面也很容易蹭，稍微掰扯一下。它贴合度非常紧，可以看一下。展开以后就这个样子，两块可以拉伸，拉开来了以后，内部也有透明件的一个细节涂装。腿的话也可以下拉。胸腰来看一下拉伸结构，拉伸了以后内部也不会暴露，里面也是有个透明件。看一下背部，红色的地方确实很好看，特别在灯光下打了以后很亮。会场的时候，HT 的展品也是挺亮堂的，看上去很舒服，比我想象当中好。就是这个面具啊，确实有点难看了一点。好，然后我们镜头往下来看一下腿部。腿部关节这一次这两块呢，虽然说是可以拆下来的，但是替换件也一般啊。展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金色的一个细节，不像之前的合金马克漆，它替换件比较多啊，这个是比较少的。侧边也可以去展开，所以它也有一些爆炸的机构吧，你可以看一下。腿部，再到这边小腿部分也能展开，里面也有机械内构，就是比较丰。这两边的喷口也能展开啊，内部也有一些细节涂装。脚的话，后边也有一定可动，前面也可以去展开，脚底的细节也有，可惜没有脚蹬，整个腿部都没有发光结构。然后看一下手臂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武器替换件的，可以去给它拆掉，这两边卡下来就可以去替换了。手型、手背甲也是有细节涂装，这边的话就没有了。而且是整个像出场的时候这个握拳手啊，它这一次的这个色差几乎是没有，跟主体身上一样，都是那么亮。可动方面，老生常谈了 ，HT 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手可以往外拉伸，往前也可以，再给它回收。肩胛可以去调节，头部360度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这两个干涉啊，它是没有办法的。当然你可以去取下来。抬头低头，因为不是一键点亮，所以不用担心它的脖子会把电路板、电线给扯断。手臂360度仰，简单介绍一下啊。90度，大臂旋转也有，很紧。想要胸腰可动，先拉伸一下关节，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后也有一点点，左右靠这上边这一块旋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侧腰也有，关节挺，还可以，挺牢固。腿部下拉关节拉了以后，再去把裙甲给展开。这裙甲掰的时候不要直接硬拉，很容易断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后期也有。
大腿旋转，有一定的弧度，腿部折叠，脚前后前脚掌也有一个活动空间，就是我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松，不知道为什么。再给它回正。记得去拉伸腿部的时候，一定要把前胸甲跟侧胸甲给展开，不然的话很容易刮到啊。整体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还行吧。我玩幻彩确实比较少啊，但是这个总体胸这一段我比较喜欢，头跟两只手，我个人不在审美范围内。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包装跟它的配件，配件不多啊，我们来瞧一瞧。OK，兄弟们，外包装咱们来看一下传统的 WaterToys 牛皮纸运输箱，正面可以看到钢铁侠的这个三角反应堆非常经典，下方是它的产品编号，钢铁侠马克西，下面是厂家。来，我们直接开箱，它这一个，可能最近啊。HT 用了牛皮纸，又用回了原先的那种版本。因为之前一直说他们家的突然间把牛皮纸运输箱给做得很薄，现在包括上一次我开箱的 DX48都挺厚的，这次的铁人也一样，跟以前最早的一些有牛皮纸运输箱的微型侠几乎是一样的。来，直接撕开薄膜。哎呦，包装好看啊！来，抽开了以后可以看到啊，这个包装风格还是挺帅的，很亮。右上角会有一个特别版的一个标志，已经是一个限定的产品，复仇者联盟的一个标志。当中这个反应堆，哇，好亮啊！这边也有复联的一个标志，顶部斯塔克工业，背部厂家跟注意事项。来抽开，哦，内部全都是一种电路板的一种装饰。来，再到正面，哇，单独抽开这个包装了以后，这内部的有点那啥了啊，不是特别好看了。一样是一个抽拉式的一个包装。来，我们来开。哎呦，那么紧，倒出来。好，抽开以后，背部传统的这个硬纸板的背景板啊，还行吧。但是放在展示柜里的话会太大了。复联大厦的一个 logo， 两层，然后来看一下背后说明书跟电池啊，又是纽扣电池啊，经典时尚小地台，替换件跟支架，还有小镊子跟螺丝刀的这次也都给你配齐了。打开这个泡沫板，来看看内部。啊，主体手型啊，还是可以，因为我展会上看一下实物，感觉没有视频或者是出货图这个照片那么糟糕，还行，挺亮的。好了，包装方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涂装工艺究竟怎么样？OK，兄弟们，配件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头灯安装跟胸灯安装，然后手臂的一些可动，还有一些配件的延展性有提示。这两边可以去给它拆下来、拔下来。肩胛这里球形关节，手臂的这个可动，还有个注意事项。
替换件的一个安装，手型替换啊，武器的搭载，腰部可动，扰流板的一个拆卸方式，腿部关节的可动，沙拉关节也都有展示啊。整个的造型有分两种给你展示出来，一种是闭合状态，一种是武装状态。然后就是背景板的一个安装，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还挺多啊。好了，说明书很简单，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经典时尚小地台一个，这个我怎么感觉之前换彩透的那个马克思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我没记错的话，很多都是这个纸板，配一个拖张支架，然后手型一个武器手，很亮啊，然后去搭载这两个特效键。这安装你得，这开口，哇，这开口很小啊，这洞没开好，我觉得啊，塞进去以后要用力一点，跟之前合金马克器一样啊，给了2根，全可动手，灯光下打下来还是挺好看的，特别是掌心纹路啊，这个机械质感还是可以的。一对发泡手，这2块呢没有什么活动关节，不要去硬掰，掰的很容易断啊。接下来手臂的这个替换键，当然你也可以不去替换，直接把这个给取下来也行。这个涂装的话呢，也是就是跟之前的马克西稍微换了一下颜色。一对腿部关节啊，2个替换键，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装上去了以后效果是什么样子。这个扣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好，卡上去以后就是这样，看你喜欢哪个造型吧。反正我觉得都一般啊。好，然后肩部的配件，替换件有这2个啊，我们来看一下，也是有可动的，上面呢全都是透明件的一个特效。好，给它卡上去，卡上去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特别松啊，这个还是比较紧的，但这个你看一碰就掉了，很松。但装上去是没什么问题的，活动也没问题，但是你去掰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掉。难道是中奖了？我靠！然后最后还有2个，我看一下，要对准，它上面都会有这个左右的一个标记，不要给它插反了。哇，这2块填上去以后就这个样子。跟之前马克七一样，所有的配件几乎是如出一辙，就是样子换了一下，其他就没有了。配件就这么多啊，还剩下一个硬纸板，我给它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纸板太占空间了，主要是好看呢也就一般。我先给它蘸一下，不对，就是这一块了。如果你不去打灯的话呢，效果就很一般。我给它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啊，非常简单的一块板，灯光打一下还可以啊，稍微折一下就直接摆在后面，跟包装差不多高。来看一下主体高度，差不多是这样。你还没有去装这个地台，就差不多这个样子。OK，
整体的开箱把玩就这样了。很久没有开过铁人了，但是上一次好像是爪甲马克3，然后到这一款彩头7啊，我觉得还是有点麻木，很一般。如果你说我推不推荐这一款呢，我肯定是不推荐的，除非你是所有的幻彩铁人你都买啊，放在柜子里面想制霸的，那这个是可以的。但现在价格还是比较贵啊，也不知道有没有向下降的空间，到时候可以再看一看。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